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次对台售武，无论是内容还是金额，都是蔡英文上台后6次军售中分量最轻的。有分析认为，在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党纲、频密践踏红线的情况下，美国担心随时会发生武统。美国担心会像70多年前的国共内战那样，解放军全部接收台军手中的美国先进武器，让台军再次扮演运输大队长的角色。在拜登政府看来呢，这些武器系统呢，敏感性呢比较低，主要是用于呢所谓的防御。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它的对台军售本质上和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区别啊，他还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嘛，还是在打台湾牌，那么助推呢台海局势，还是呢拿台湾地区作为棋子来干扰和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嘛。对于此次军售，外交部、国台办与国防部接连强硬发声，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强烈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Which measures will China take? 我想请大家拭目以待。2022 would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ird communiq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int communique on August the 17th in 1982, which is basically about how to stop American arms sale to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made the commitment that it will gradually reduce its arms sale to Taiwan, and eventually it will stop. And it also promised that the remaining sales will not exceed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previous levels. But all these commitments, all such promises were not honored, were not implemented. The United States is selling more and more advanced, more sophisticated arms to Taiwan. And also in recent years, there's a clear attempt to upgrade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uthorities. They're still telling us this is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I don't know how people could be so hypocritical. 对于美方此前在冬奥会期间进行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已经表示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至于有力措施的具体内涵，赵立坚让大家拭目以待。朱先生，您认为中方的有力措施有可能是哪些呢？首先是我们会非常明确地告诉美国，如果你不断地想要玩弄台湾牌，那中美想要合作，中美想要重回正轨，那美国必须承担更多的代价。那当然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对于蔡英文台湾岛内蔡英文这样的台独势力，我们同样会采取绝不纵容、坚决斗争的这个我们说这种应对措施，所以包括我们军机绕台等等这些行动，就是不断的给台湾当局提醒，你不要想要通过所谓美国的干预来实质性的分化两岸关系，来追求所谓的台湾独立的前景。那当然第三个方面，我们不仅要斗争，我们还是要继续推进惠台政策。我们要让台湾人民确实感受到，在这个和祖国大陆的这个相互的这个经济社会文化，包括我们说体育交流过程中，台湾的民生和台湾的社会发展，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成长才会更有保障。我们还注意到，对于这次美国对台军售，中方还要求美方
予以撤销。这是一种新的要求吗？如果是的话，提出这种新的要求，中方有着怎样的考虑呢？苏女士，中方表明的不仅仅是态度或者是基本立场上的问题，也是在美方做出错误举动之后，我们当然要给美方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美方拒不改错，那中方必须要做出回应。其实呢，从大家观察到，在近年来，解放军的一系列的对台的军事行动，包括我们的常态化巡航，都是在美国不断的打台湾牌，不顾中方反对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发出警告之后，我们就已经占据了更好的道义制高点的位置。对于美国试图来混淆视听、浑水摸鱼，会产生很好的遏制效果。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正义的反制。所以，一系列行动，不管是官方的表态，还是具体的反制的行动，都是相互配合的，是不能够相互割裂的。所以呢，如果简单的认为我们只是对美方说说而已，这是一种对当前中国对于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对于台湾问题它一些基本的是非曲直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会看到及时发声，做出反应，以一种更加合理的、符合于我们安全、主权利益的方式来进行对美的一些反制的动作，是十分必要的。最近啊，美国一直宣称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甚至还有人放风说大陆会趁机武统台湾。美国会把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硬扯上关系吗？美国有可能从中谋取利益吗？苏女士。美国这样的大国竞争的套路已经入戏太深，现在呢已经不断的以自己的逻辑来进行安全上的设置，所以陷入泥潭之后，美国的焦虑症也在不断的延续。所以呢，现在把所谓的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进行挂钩，美国担心在自己牵扯在这个欧洲地区的时候，亚太地区会生变，就成为了美国自己大国竞争戏码在预演的过程当中，在剧本撰写的过程当中必然要引发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炒作，其实也反映出的是美国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一种思维。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的是，确实在近一时期，在涉台的问题上，尤其是台当局与美方之间的勾连，双方之间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也产生了更多的焦虑。尤其是台当局希望得到美方更坚实的支持，而现在呢，美方又无力他顾的这样的一种情势，似乎呢让台湾牌成为了美国手中的鸡肋，让美国在打台湾牌的时候，既要进行付出，那又同时要兼顾其他的战略点位的战略博弈的进行。所以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深陷大国竞争对美国进行的消耗已经在显现的过程当中，美国希望通过大国竞争来延续霸权，最终的结果是可能导致美式霸权加速衰落的一个进程。